6月10号，他被执行了以后，他当时被打了2枪，拉到火葬场的时候的眼睛都睁着呢，死不瞑目。哎呀，我的心里痛呀！我的儿子是这么冤枉死的。今天这有18岁血淋淋的一条生命就带走了。哎呀，这太痛苦了！这一辈子的性命是给我老去了。哎呀，我永远忘不掉。1996年6月10日，呼和浩特市郊外的刑场，18岁的呼格吉勒图戴着黑色头套，生命定格在最年轻的年纪。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凶徒，而是案发后第一时间报案的公民。他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却被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判处死刑。18年后，当真凶浮出水面，当再审判决书宣读无罪二字，这迟来的正义究竟能否告慰枉死的青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起中国法治进程中极具标志性的冤案——呼格吉勒图案。时间回到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的春天还带着寒意。晚上7点45分，27岁的被害人杨某某从西林南路千里香饭店离开，前往附近的公共厕所，从此再也没有出来。2个小时后，21时15分，有人发现他倒在女厕所内，已因恶境窒息死亡。而此时，18岁的呼格吉勒图刚和同事严峰吃完晚饭，分手后他路过这座厕所，隐约听到异常声响。出于本能，他立刻返回工作单位，拉上严峰一起赶到现场。当看到杨某某趴在隔墙上的惨状，两人没有丝毫犹豫，直奔附近的治安岗亭报案。谁也没想到，这桩出于良知的报案，却将呼格吉勒图推向了深渊。警方到达现场后，仅凭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并报案的人，便将其列为头号嫌疑人。没有目击者，没有作案凶器，甚至没有完整的调查笔录。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在报案后的短短几天内就被认定为杀人凶手。从案发至一审宣判，仅仅过去了48天。1996年5月17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的依据，在今天看来荒诞得令人窒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原审认定的证据存在3大致命缺陷。其一，呼格吉勒图供述的无嘴致死与尸检报告恶境致窒息死亡的结论完全不符。其二，血型鉴定毫无排他性，他左手拇指指甲缝里的 O 型血虽与被害人血型一致，但血型鉴定只是种类物鉴定，无法唯一指向作案人。其三，有罪供述反复无常，他关于被害人身高、发型、衣着的描述与现场证据多处矛盾，庭审中还出现过翻供。更荒谬的是，认定流氓罪的唯一依据只有他自己的供述，没有任何旁证。上诉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1996年6月5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6月10日，距离案发仅2个月，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对着镜头喊出的“我没有杀人”，成了留在世间最后的呐喊。儿子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父亲李三仁和母亲尚爱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他们始终坚信那个懂事善良的儿子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儿。从1996年夏天开始，这对普通夫妇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申诉之路。没有钱请律师，他们就自己整理材料，一遍遍往返于呼和浩特和北京的公检法机关。遭受白眼和拒绝，他们就蹲在法院门口，希望能遇到一个愿意听他们诉说的人。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亲戚朋友劝他们放弃，
可尚爱云说，我儿子不能背着杀人犯的名声入土，无论如何，我也要为他讨回清白。18年里，他们的脚步遍布无数个部门，手写的申诉材料堆起来有半人高。李三人的背越来越驼，尚爱云的头发从乌黑熬成了全白。原本和睦的家庭被这桩冤案拖得支离破碎。他们没有放弃，因为心里始终抱着一丝希望，法治不会永远缺席。2005年，转机终于出现，系列强奸杀人案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他在审讯中主动供述，1996年4月9日的女厕所杀人案是他所为。这个消息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在呼格吉勒图家人头上的阴霾。赵志红的供述细节与案发当时的现场情况高度吻合，包括作案工具、被害人穿着、作案手法等。这些细节是当年原审判决中从未提及的。然而，真凶的出现并没有让冤案立即昭雪。由于呼格吉勒图已被执行死刑，重要实物证据未被保存，赵志红的口供又尚未被生效判决确认，案件复查陷入僵局。这一等又是9年，直到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李三人夫妇送达再审决定书，明确此案符合重新审判的条件。消息传来，尚爱云抱着再审决定书，哭得像个孩子。我就知道法律是公正的，我儿子的冤屈终于要洗清了。2014年12月15日，呼和浩特市的冬天格外寒冷，但李三人家却挤满了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这里，向他们宣读再审判决书，撤销原审判决和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当无罪2个字从法官口中说出时，尚爱云再也抑制不住泪水。18年的委屈、痛苦、坚持，在这一刻化作失声痛哭。法官握着老两口的手，真诚道歉。对呼格吉勒图的错判并被执行死刑，我们深感痛心。随后，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获得了205万余元的赔偿款。但这笔钱永远换不回那个18岁的少年，换不回这18年被摧毁的人生。与此同时，案件责任追究启动，当年参与办案的相关人员被依法追责，用纪律和法律为这起冤案画上了迟到的句号。18年6570个日夜，呼格吉勒图的父母用半生时光为儿子讨回了清白。这起冤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推动了中国法治的进步。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被更加坚定地践行，证据裁判规则被不断完善。屏幕前的你如何看待这起迟来18年的正义？如果你是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你会坚持18年申诉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关注小薇，下期我们继续聚焦冤案系列，探寻更多被时光掩埋的真相。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